吃口苹果。吃吧。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盐我也不要。我先上外面看看啊。好，没事，放心啊。可乐。对了，有空来了。当年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张小七告诉你的。你到现在都不愿意告诉我，让我恨你恨那么多年，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说这事儿啊？孩子，我说不出口啊。当年的车祸，我现在一闭眼，历历在目。你妈妈满身是血，也昏迷不醒。我惊慌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你妈喘着气，抓着我的手，央求我先救活你。她那种痛苦的样子，触目惊心。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能够救活我两个最爱的人。我能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没能救活你吗？我说我眼睁睁地看着他从我眼前离去。那你也得告诉我呀，我有权利知道这一切。孩子，这次手术我不知道能不能熬过去了。有的时候想想，怎么走了也好。可以去找你妈。这么多年了，我想她呀，想。告诉你啊，必须熬过去啊！张小七肚子里的儿子，你还没见过呢。你已经错过一次了，还想错过第二次当个好父亲吗？还有，你公司啊，等你好了自己回去管去啊！上上下下好几百口子员工呢，我真管不了。孩子，你放心，公司的事儿我都打点好了，你不用担心了啊。你这个心思和志向也都不在这儿。孩子，欠你太多了，我不应该逼你回来。我也没有资格来为你安排未来的前途，我只是对不住你啊，爸。15年了，终于叫我爸啊！
好儿子，赶紧好起来，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。好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好儿子。我们在外面等你啊！进去了。大夫，他情况怎么样啊？现在病人还处在昏迷状态，而且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那什么时候能醒啊？这个还很难说，但是请大家放心，他一定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。现在茂华病成这样，这以后咱们林家的事，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办？我现在心都是慌的。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公司的事是一天也不能停啊！我也接到秘书电话了，一大堆的事，还等着做处理呢。可是，妈，我现在怀着孩子，茂华又这样，我真的是力不从心。我一直在想一件事。你说吧。咱们让天乐回公司吧。我想了很久，我们需要他，这的确是我们现在最合适的选择了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。这个我也考虑过。但是，他自由惯了，突然一大堆事让他处理，他能适应吗？现在是特殊时期，他是林家的人，自然有这个责任。再说，的确，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呀。咱们跟他说说吧。天乐，你看你爸病成这个样子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天乐，你看现在这个状况，你爸爸在医院需要有人照顾。眼下公司啊，也急需有人去管理。奶奶我老了，小琪又是这样的特殊情况，看来
接手公司，只能靠你了。不是奶奶，不是我不接啊，是我对公司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，我怎么接呀？不给你机会锻炼，你怎么能了解呀？你现在就去接手公司的事，怎么就不行呢？是啊，天乐，要是我没怀孕的话，我就顶上去了。但是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，林家上下几百号人都等着咱呢。我一点经验都没有，我怕我干不好。天乐，你大胆的去做吧。你爸爸要是醒过来的话，他最着急的肯定也是公司的事啊。你不能让你爸爸不安心。至于做好做不好，这点你不用担心，有奶奶这把老骨头给你顶着呢，别怕啊。天乐，没事没事，睡了。我给你带了点粥，来，赶紧喝了吧。谢谢啊，我那个一会儿再喝。这2天特别累吧？不是，我奶奶非要让我回公司去接我爸的班儿。你爸现在这个样子，确实需要人帮他。可是我没干过呀，心里头没底，我怕我失败干不好。怕什么呀？谁没有一开始的时候？一件事儿，只要你去努力去学，肯定能成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鼓励我去？我希望你对自己有些自信心。那你看我一开始我也从来没上过班啊，现在接手不也挺快吗？我觉得，只要你坚持，一定会有收获。可是你说，要管理那么大的一个企业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，公司上上下下几百口的人，怕我万一失败了，我对不起大家。不会失败啊！如果你真的不懂，公司还有那么多元老级的员工，可以问他们，他们也能帮你啊。你想一想，有这么多人可以帮助你，其实你自己也并不孤独啊。那行，听你的。为了让我奶奶他们放心，那我就硬着头皮上。加油！我永远支持你。那你自行车店打算怎么办？自行车店先交给磊磊呗，等把公司扶上正轨了再说。
进来。林总。哎，那个，你是？我是董事长秘书小美。哦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林总，这是王总的辞职信，让我交给您。他不是公司的元老吗？怎么着，我这刚来他就要辞职？林总，这的确挺棘手的。董事长现在病了，公司上下一片人心惶惶的。王总手下带着一批人，他这次要是走了，估计那批人也不会平静。在这节骨眼上，人事方面肯定又会有大变动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有事再叫你。好，我先出去。王叔叔，我今天来，想必你也猜到了是为什么。您能不能看在跟我爸爸同甘共苦的份上，继续留在林氏，帮我们共度难关？天乐啊，按理说我也不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公司，但是我有我的难处啊。你看啊，你爸爸现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昏迷不醒。林氏公司有很多客户，现在对公司都产生了很大的信任危机，他们不相信公司未来的发展。不瞒你说啊，现在有别的公司通过猎头找到了我，让我过去帮他们一把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啊。您看，公司呢，是您和父亲一手创立起来的，这里面有您的心血，您就这么忍心看着它垮掉吗？说实话，我也不是那么势利的人。掏一句心窝子的话，就是我还有一口气儿，我肯定会与公司共存亡。毕竟我在这公司也奋斗了10几年，很难放得下呀。但是田乐，我也是要养家糊口的人。我儿子大了，要买房子，要结婚，这些都是需要钱的呀。还有那跟着我的10几号人，他们个个都是要吃饭的。他们管我叫大哥，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不管吗？你能理解我的心思吗？王叔叔，我知道您的压力很大，要照顾那么多的人，我也知道别的公司会给您开出丰厚的条件，但是毕竟林氏是您的家，是您亲手打造的这一切。目前公司碰到了困难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帮我共度这个难关，我保证不会亏待了大家的。我计划拿出林氏10%的股份，根据贡献大小对全体员工进行股权激励，让大家能够跟公司的利益捆绑在一起，共利双赢。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！公司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人，如果人才可以留下，对于公司来说，未来的盈利何止是这些？哎，天乐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公司卖掉？据我所知，现在有很多家公司都有收购的意向。你如果把公司卖了，那你也就少了很多包袱了。王叔叔，您也知道，公司是我爸爸一生的心血。换句话说，对他而言，公司就是另外的一个孩子。他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不把他一生的心血白白的葬送掉。现在公司有几百号的员工，我爸爸身体好的时候，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家庭情况，甚至生日、孩子考大学，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的，能够照顾的从来没有落下过。您就这么放心把这几百号的员工一股脑的划给别人吗？我能够明白你的感受，但是真的要挑起这副担子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。你要承担
难以想象的责任和压力。你要放弃过去所有的自由，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份事业当中，而且将来会是怎么个样儿，你一点都不知道。万一失败了，你所付出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啊！我知道我担负的这份责任很困难，我也知道很多人在质疑我，但是我心里清楚，我一定要保住林氏集团，保住我爸付出的这番心血。不管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困难，我都会勇敢地向前冲，即便是粉身碎骨，我也毫不在乎，毫不犹豫。等到我爸醒来的那一天，我会自豪地告诉他，我没有把你辛勤的努力葬送在我的手里。只要想到那一天，不管有多大的困难，我都会坚持住。所以王叔叔，我能不能恳求您，和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度这个难关？林氏的发展离不开您，王叔叔，我拜托您了。你们这个设计图呢，我已经看过了。我觉得这个项目啊，对我们公司来讲呢比较重大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还是慎重比较好。这图里呢有些问题，我觉得没有能够完全体现我们当时会议上说的那些理念，所以呢，我建议你们呢再修改。啊，对，再找设计组商量啊。啊，好嘞，就这样，辛苦啊。好嘞。1、2莲子汤。哎呦，这是梅大小姐亲自煮的吗？行了，试试怎么样？不错，正宗。有事跟我说吗？没事儿，你工作别太辛苦了，身体受不了，你这样看眼睛也受不了呀。那说我这么累的话，还不说赶紧给朕按摩？这真来呀！哎呦，按肩就行了啊。哎呦，舒服。田乐，如果啊，我要跟你结婚，你会怎么想啊？啊？你这算是向我求婚吗？啊？我就问问你怎么想嘛。还能怎么想啊？二话不说立马答应啊！像这么好的女孩，还不赶紧娶回家呀？那得娶回家锁在家里头才放心呢。啊？挺大男子主义的。哎，怎么突然间问我这问题呀？没什么，就随便问问。这酸吗？你妈吓我一跳！不是你这一锤吧，然后再一煮个汤什么的，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，要么就是太温柔了，我有点不太适应。哎呦，刚说完，怎么回事啊？喊什么呀？这按摩得有力道，这要不没用啊！脑袋怎么样啊？哎，不，您太有力道了，有点像上刑这。哎，上刑啊，你这是啊？嘿，怎么按一半就给？挺沉的。哎，行吗？那个挺沉的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同意。澳洲这个竞争项目，我已经把优势讲得很清楚了，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？田乐，这个项目的前景非常好，但是风险也是很大的。董事会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现在我们公司已经接手了很多个项目，还都没有收回成本。如果你这个项目一旦竞标成功的话，那我们又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到这个我们并不熟悉的项目当中去，这个风险确实很大呀。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吧？在国内现在设计市场已经饱和了。如果我们不尽早的拓开海外市场，不去树立我们自己的品牌形象，我们很快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。这个我明白，但是股东们考虑的永远就是眼前利益，他们不会想得很遥远。现在义利广场这个案子非常稳定，他们当然倾向于去做这种类型的项目了。义利广场是血拼成本，它的利益已经很薄了，难道我们还要靠着去降低报价来去争得赢的机会吗？再这么下去的话，我们真的一点竞争力都没有了。可是澳洲这个项目是我们最好的转型机会，我们不能错过它。我能明白你的意思，你的想法很好，你是想通过这个项目打开国际市场，来提升我们公司的形象和口碑。但是田乐啊，你仔细想过没有？要做这一切，你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呀？就现在这样的市场情况来看，能够生存下去就已经是最重要的了。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？如果我失败了，我认。田乐啊，现在我们公司的资金压力非常大，外面也有很多外债没有要回来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估计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开拓海外的市场了。我已经叫孙总到外面去催债了。如果能够把这些外债都能够要回来的话，估计还有希望。让我们再等等消息吧，啊！爸，这么着急是什么事儿啊？也没什么，爸爸就是想问问你。你说。你实话告诉爸爸，你和天乐两个人现在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？前段时间，天乐跟我正式表白了。兰妮啊，有件事情，爸爸得告诉你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其实，咱们家欠的债务里也有林氏公司的。我们家欠天乐的钱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咱们家欠了很多家的债务，除了少宇家的，还有莫哲家的，最大的一笔就是林天乐家的了。那我们欠了多少钱？1000万。1000万？哎，爸，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呢？我之所以以前没有告诉你，就是怕影响到你们两个人的感情。可是我思考了很久，你还是应该知道这件事情没好。如果以后天乐知道了，肯定对你产生误会，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把一切推到爸爸身上。1000万，我们欠天乐1000万。爸，那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个债务问题？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跟天乐说？不是，你现在跟他说，那肯定会影响你们的感情啊。哎呀，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自己想办法解决。都是爸爸不好啊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。
么会欠1000万呢？我看你们俩感情很好，也是真心相爱。他又向你表白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就更不能告诉他了，而且啊，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赶快跟他结婚。您是让我瞒着他，那天乐知道了以后，肯定觉得我另有目的接触他呀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抛开他家世不说，单说他个人，天乐这个人是个好人，是个值得你托付终身的男人。你们俩在一起，一定会幸福的。这爸爸的最大的心愿也了了。到时候，如果天乐知道，我想他也不会怪罪你。到那时候，说不定还有可能把咱们家的债务给免了呢。孩子，听爸爸的话，你千万不能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啊！爸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，你让我再想一想。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那个，我不吃饭了，我公司有点急事，我先过去一趟啊。别了，给弄好了，吃一口呗。你吃吧，你吃吧啊。哎，不是，那嘿，怎么一样啊？饭也得吃的。行，不吃我一人吃。爸，好，兰妮啊，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，还有化妆品。爸，我又不是小孩儿，你给我买什么东西啊还？来，让爸爸好好的看看你。自从咱们家出事以后，我还没仔仔细细的看过我女儿呢。爸，又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，我是看我女儿长大了，高兴。兰妮啊，爸爸不在身边的时候，要学会照顾自己，啊，这冷啊热什么的，别让爸爸担心。放心吧，我这儿有张银行卡，里面有些钱，你拿着留着用。爸，我现在已经自己工作挣钱了，这个我不能要，你和妈留着用吧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听话。我还有呢。哦，对了，你和天乐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想好了，我现在不能跟他结婚。爸，我准备把事情都跟他解释清楚，要不然我们两个人都不会开心的。爸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坦诚最重要，你说对吗？哎，你呀，真是个傻孩子。爸爸是过来人，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你呀，就听爸爸的话吧，啊！爸，你今天这么着急，真的没有再出什么事儿吗？哎，昨天法院给我发来了传票，他们已经正式起诉你了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就让法院去判吧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，我倒无所谓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。你要能和天乐早一点结婚，爸爸这心也就踏实了。爸，那行，我按您说的假设，我是说假设啊，我现在利用林天乐对我的喜欢，我尽早的让他跟我结婚。但这也可能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在少宇家的时候他就一直喜欢我，然后我现在又住在他家里，前段时间他还送了我戒指。你林天乐
家的财力和我们家的债务，他完全可以减免。以林氏企业的家族力量，可能我们家别的债，也许都会得到解决。如果能这样，那当然是最好的了。可是那是完全行不通的呀，那我就是骗婚，我就是骗子了，爸爸。就算我们结了婚，也不可能幸福，永远心里都有个坎儿。我不希望我的婚姻，我的感情，变得那么的不纯粹。林总，我已经查过了，咱们公司的外债记录显示，有3家企业欠我们的款项，其中金额最高的就是梅龙文的企业。另外，我们也查了，梅龙文不只欠我们的钱，还欠其他2家企业，其中以抵押的形式偿还了1家，另外1家还未查明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跟天乐结婚，利用他对我的喜爱，也许这段时间不需要花太长。在少宇家的时候，他就喜欢我，我们现在又住在一块儿，我们俩结婚了以后，1000万就不需要还了。而且以林氏家族的财力，我们别的债主也许都不需要还了。有件事儿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正好，我有事儿呢，也想跟你说。你先讲。我爸找我，跟我商量了一下我们家的债务问题，还欠了好多家的外债，最大的一笔1000万。之前我也不知道是欠谁家的，前段时间我才知道，是欠你们家的。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不需要你帮我，我觉得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接几个大单，还这些钱也不是没有希望的。就凭咱们俩的关系，没必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吧？我们结婚吧，结了婚就可以把你的债务都免了，这样多好啊！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是这种为了钱跟你在一起的人吗？不是为了钱吗？什么意思呀？你不就等着我自己把这话说出来呢吗？我今天都听见了，你跟你爸在楼下说，只要你跟我结婚，欠我们家的钱，我就可以给你免了，还可以利用我们家的财力，把你爸欠的其他家的钱都给抹了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啊！天乐，你听错了，那只是一个假设，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告诉我爸，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，让他放弃这种假设。对，是你听错了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就是不想让你觉得我好像是有事情瞒着你。我觉得我们应该真心坦诚的相对，是不是？坦诚什么？啊？你是坦诚人吗？对，我把之前你跟谭少宇在一起，住在谭少宇家，就是为了让谭少宇免了你们家债，不是这样？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？我到谭少宇家，我爸在哪我都不知道，我跟他电话联系不上。你现在跟我联系，他电话打不通，我都不知道我爸在哪。直到前段时间，我爸才出现在我面前，他才跟我说了债务问题，我根本不知道是我们家欠了你们家的债，我都不知道我爸欠了谁的债。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爸？我爸就没有跟我联系，就是为了免了你家的钱。前段时间就是这样的，一切都是真的，我们的感情是没有任何的杂质，全部都是假的，全部是骗我的，一切都是骗我的，没有假。